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1000订阅，大家可留言告诉我。我上一集影片讲到，人类登月谜团目击外星人吓坏，月球基地的建设，人类太空探案的新里程碑。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1996年7月21号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就是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满53周年。1996年，人类首次踏上了月球地表，整个过程也都被实况转播。太空人阿姆斯壮在电视机无数观众的面前讲出了那一句经典的：“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传遍全世界。不过呢，这场登月任务其实藏着许多秘辛，中间更是一度传出登月任务差点就要失败，3位太空人差点葬身在月球表面。就让我们来一起回顾这场惊心动魄的登月全纪录。震耳欲聋的引擎深究，被称为爬行巨兽的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火箭履带运输车正在执行一项历史性任务，车上高111公尺的龙神5号火箭更是巨大的惊人，是有史以来体积最大的人造飞行器。1969年5月20号当天被缓缓地运往佛州甘奈迪太空中心发射台，火箭上搭载了阿波罗11号太空船，即将执行划时代的人类首次登月任务。Which is shown for all day, all of first shift Tuesday. The tank pressurization test will not start until 1300. 经过2个月的协调测试，7月16号凌晨，阿波罗11号登月行动正式揭开序幕。执行任务的3名太空员在太空中心的休息区注重准备，他们是实际登陆月球的任务指挥官阿姆斯壮。Each segment of the mission, every individual piece has to be completed perfectly in order for the next step to be possible. 与登月小体飞行员艾德林。Apollo 11 has very simply been given the mission of carrying men to the moon, landing them there, and bringing them safely back. 以及驾驶太空船环绕月球轨道的柯林斯。The enormity of this event is something that only history will be able to judge. 发射3小时前，3名太空人从太空中心出发，搭上接驳车前往13公里外的发射台。从太空中心到发射台需要15分钟车程，没想到太空人还在途中，火箭居然出了问题。CLTC, this is CLPS. Go ahead. We have a leak on the S4B engine valve. We have it in the override closed position to see if it'll get better. It seems to be getting worse. 第3节火箭的氢气燃料槽阀门出现泄漏的情况，太空中心马上派出3名技师，直接在发射台抢救。同一时间，太空人已经抵达发射台，搭上电梯直奔最顶端的指挥舱。直到太空人进入太空舱，即使还在下方37公尺的地方，抢修泄漏部位如果无法修复，第3节火箭可能没有足够的燃料，将太空人送入月球轨道。这项登月任务必须延后甚至取消。起飞前1小时50分，终于解决了燃料泄漏问题。阿波罗11号依原定计划起飞，发射现场数万观众，加上全球5亿的电视观众共同见证历史。登月任务踏出重要的第一步，现场气氛激动。第1节火箭持续燃烧168秒，将太空船带到100公里高度后，脱离高度达160公里。太空船进入太空后，第2节火箭脱离，第3节火箭点火，将太空船送入了月球轨道。Apollo 11, this is Houston. You are go for TLI. Over. Apollo 11, thank you. 火箭成功升空，是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任务第1道关卡。接着在太空中翻转指挥舱，以登月小体老鹰号对接，则是下一个重要步骤。这项工作由科里茨负责，一开始也不太顺利。It's a very weak signal. We believe that Mike Collins is now maneuvering the spacecraft. The antenna patterns aren't too good at the moment. 仔细操作指挥舱的移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登月成败的关键就在太空人手中，最后用尽无限。Houston, Apollo 11, all 12 latches are locked. 度过了第2道关卡，接下来2天就是奔向月球。
太空人也没闲住，不但要忙着在太空中做电视直播，还要把登月小体准备好，包括架设摄影机，准备拍摄阿姆斯壮走下登月小艇，踩下月球表面的第一步。到任务第4天，阿波罗11号进入月球轨道，近距离地拍下珍贵的月球画面，也看到远端的地球从月球的地平线冒出。登月的第3道关卡，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驾驶登月小艇降落到月球表面。7月20号当天，阿姆斯壮与艾德林进入老鹰号登月小艇之后，与指挥舱顺利分离，距离月球表面5万英尺，约等于15000公尺的高空。老鹰号点燃引擎进行减速下降，没想到才过1分半钟，警报声大作。这正是登月任务最关键的时刻，丝毫差错都可能让登月小艇坠毁。太空人将葬身在月球表面。警报连响了3次之后，控制中心做出了堪称太空探测史上最重要的决定。Flight controllers, go to Retro. Go. Fido, go. Telcom, go. GNC, go. Ecom, go. Surgeon, go. Capcom, we're go for landing. 当时的燃料只能够再使用1分钟。老一号因导航电脑程式失误，错过原定的降落区域，飞到了布满坑洞与岩石的月球表面。附近如果强行降落登月小体可能受损。最后在燃料只剩下35秒的千钧一发之际，阿姆斯壮终于在月球的宁静海地区安全降落。Tranquility Base here. The Eagle has landed. Roger, Tranquility. We copy you on the ground. You got a bunch of guys about to turn blue. We're breathing again. Thanks a lot. The auto targeting was taking us right into a football field-sized crater, and it required us flying manually over the rock field. 顺利降落后，接下来就是踏上月球表面，首先登场的是阿姆斯壮和艾德林调整装备在登月小艇外侧的摄影机，拍下世人最常见的登月画面，自己则用另一部摄影机透过窗户拍下另一个角度的阿姆斯壮这登月实况。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完成史上第1登月壮举。阿姆斯壮在月球表面采集土壤样本。20分钟后，艾德林离开登月小艇，成为第2位踏上月球表面的人。两人在月球表面行走了2个半小时，进行各项科学实验，并将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月球表面，同时拍下了大量的影片还有照片，包括这张经典的艾德林太空人照片，还有登月小艇起落架上的纪念牌。Read the plaque that's on the front landing gear of this LEM. Dear men from the planet Earth, first set foot upon the moon, July 1969. EP. We came in peace for all mankind. 任务的第6天，在月球表面停留了21个小时又36分钟后，阿姆斯壮点燃登月小体上半部，引擎脱离下半部起飞升空，按在轨道上的指挥舱会和成功对接。2名太空人一入指挥舱后，就将登月小艇抛弃，然后掉头返回地球。经过2天的航程，在任务的第8天，指挥舱准备进入大气层，这时候回收船已经在太平洋的中部海域等待。不过登月任务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危险的关卡，正在等待3位太空人。 Lined up right down the middle of the entry corridor. We're 1 minute and 45 seconds from entry. Blackout will begin 18 seconds after entry. 除了高空电力层使得通讯中断，指挥舱进入大气层时得有特定角度才能避免与空气急速摩擦。1650度的超高温会把太空船烧毁。阿波罗11号在7月24号重返大气层，也遭遇了相同情况，控制中心无法联络太空人。太空船重返的角度是否正确，船体是否能承受高温，各种问题一时无法解答，让控制中心焦虑不已。Apollo 11 Houston to arrive for. 2次呼叫阿波罗11号毫无回应，控制中心的每个人都眉头深锁，甚至有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Okay, Capcom, one last call here, and we'll have to give up and let the recovered people have it. 第3次呼叫还是毫无消息，就在放弃前的最后一刻，航舰终于了听到熟悉的声音。Position 1330, 16915.
完整的8天过程，NASA 50几年前用了超广角高画质底片拍摄，有些画面还是第一次公开。原来登月任务有这么多惊险，为人类探测宇宙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回顾这段历史，让人热血沸腾，深深影响了征服太空的每个计划。还有梦想永远不会。在阿波罗计划之后，人类就没有再登上月球，让不少人好奇，为什么不继续送太空人到月亮上呢？关于登月，在最近几年传出了各种的阴谋论，许多人深信根本没有登月这回事，整个过程都是在摄影棚中搭几拍出来的。现在相隔快半世纪，前阵子美国终于公布，准备重新启动载人登月的计划，最快明年就有机会再送人类登月。事实上，最近几年，各国都把触角伸向了外太空，月亮也成为了争抢目标。中国大陆在太空科技领域的发展非常快速，甚至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让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登陆的国家，让原本是大幅领先的美国倍感压力。NASA 的属者更是警告，中国大陆可能会侵占月球领土。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的登月进行式呢？一起来看。距离最后一次登月已经过了50年。We're really excited to bring you the announcement of who NASA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finish out the human landing system and take humans back to the moon. 阿提米斯计划目标在2025年将太空人送上月球，成员包括首位女性以及有色人种，由美国、澳洲、加拿大、日本、南韩等共19国共同合作，并在月球表面建立永久基地，为2030年登陆火星奠定基础。With 3 partners who will help us achieve the next human mission to the mo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is first step to the moon will then lead us to go to Mars. 2, 1, mission. 阿提米斯计划最快可能在8月29号展开第一次无人试飞，到时候将会在太空停留4到6个星期后返回地球。任务成功后将进行下一步，将人类送往月球，同时也宣告阿提米斯时代正式开启。美国再度实施登月计划掀起讨论，当然更多的是质疑，为什么相隔半世纪还要花费如此庞大的心力才能够登月呢？难道53年后的技术还没有阿波罗11号时厉害？又或者是曾经的登月是一场骗局呢？Claimed that while the technology existed to get astronauts to the moon, getting them back was not yet possible. He stated, as late as 1967, 3 astronauts died in a horrendous fire on the launch pad. But as of 1969, we could suddenly perform manned flight upon manned flight with complete success? It's just against all statistical odds. 近年来，关于阿波罗登月计划传出许多阴谋论，不少人认为所谓的登月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一切都只是在摄影棚拍出来的。There's the well-peddled conspiracy theory that the moon landings never happene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NASA just can't be bothered to fake elaborate lunar missions anymore. 而美国之所以要制造假登月，是为了在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中获得巨大成功，压制苏联企业。He claimed NASA worked in tandem with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to fake the moon landings to one-up those pesky Russians. 随着最近几年，世界各国纷纷把目标转移到外太空，月亮再度成为了强权的兵家必争之地。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尼尔森最近在接受访问时，就表达了对中国大陆太空计划的担忧，认为中国可能登月，并宣布月球是中国的领土。The Chinese space program is also a military space program. They are very aggressive and they are very good. 美国人对中国的太空发展担忧不是没有来由，因为中国自主研发的嫦娥4号月球探测器2018年底顺利发射后，在2019年1月3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成为第一个探测器在背面登陆的国家。We are building 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The giants who conquered gravity and raised a banner in the heavens. They beckon us to go farther. 然而，在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大力支持的阿提米斯计划，却因为预算问题一再延宕。有不少专家担心美国的太空技术可能在2030年就被中国超越。
不过，根据1967年生效的外太空条约规定，外太空不受国家主权主张，不得透过使用占领或其他方式将星体据为己有。因此，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权把月球给占为己有。除了中国大陆，就连处于战争风暴核心的俄罗斯，也对月球虎视眈眈，俄乌战事如火如荼。但普兵的霸业版图不仅限于陆地，还包括外太空。Добились таких грандиозных, но неужели сегодня с продвинутыми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у космическ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которую мы с вами обозначили как этап Yuri Gagarin, a 27-year-old Soviet Air Force officer whose name history. 前苏联太空人加加林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类。61年后，普兵郑重宣布要继续登月任务，预计下个月发射月球25号，采集月球的土壤样本等等，宣称不管外界再怎样阻挠，只要是俄罗斯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或许你会以为只有超级富有的强权国家才会想着要探索宇宙，那可不一定。全印度感到骄傲，却有超过3亿的平民一点都笑不出来。多年来，社会各界一再呼吁，没有必要从事华而不实又劳民伤财的太空探测计划，应该多关心底层民众的生活。但印度政府始终没听进去。如果拿欧美国家年度太空预算来做比较， NASA 年度预算高达180亿美元，欧洲太空总人数也有70亿美元，中俄则各为30亿，印度则是只有17亿，连 NASA 的零头都不到。虽然 CP 值很高，却只能打造简单的火箭。从个别探测计划来看，捉襟见肘的情况就更一目了然。5, 4, 3, 2, 1. We have ignition. 火箭上搭载的月船2号太空船将执行印度首次无人侦测器登月任务，发射3分钟后顺利进入太空轨道。第6分钟，月船2号成功从火箭脱离，进入地球绕行轨道。印度太空中心的工作人员兴奋地相互拥抱。To announce that PSLV Mark III vehicle successfully injected Chandrayaan-2 in the defined orbit. 但不解的是，50年前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也不过花4天就抵达，印度登月计划却得整整花上43天，等同多10倍的时间，到底为什么呢？原来阿波罗火箭长达110公尺，重量达3039公吨，但印度的火箭只有43公尺，约为阿波罗的1/3，重量也只有700公吨，不到1/4能搭载的燃料有限，不可能像阿波罗太空船发射升空后，直接把登月小 T 送到月球。Chandrayaan-2, a technologically challenging mission, requires multifaceted developments of various new systems. 为了节省燃料，树立超强的印度人，于是想出了让月船2号在地球上空轨道拼命绕圈圈，利用地球自转产生的强大离心力，带动太空船达到足够的推进力，飞向月球轨道。भारत के लिए जितने भी भारतवासी के लिए गर्व का समय है ये, क्योंकि कुछ सालों से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इंतजार कर रहे थे और कुछ दिनों से पहले इसको लॉन्चिंग के लिए टाइम रखा गया था。外界好奇印度政府何不前粹像美苏一样，打造强力的火箭进行登月计划，说穿了就是没钱。50多年前，阿波罗计划总经费高达254亿美元，印度月船计划只有1.5亿，甚至比不上2014年好莱坞花费1.65亿拍摄的科幻片《星际效应》。虽然预算很低，但慢慢背的月船2号仍创下几项太空纪录。它是人类首度对月球南极地区进行探测，让印度成为了继美苏、中国大陆之后第4个登陆月球的国家。जब अंतरिक्ष में जाएगा, हिंदुस्तानी लेकर के जाएगा, हिंदुस्तान के वैज्ञानिकों के द्वारा हुआ。各国现在都把目标放在宇宙，随着各种登月计划即将一一实现，就看谁能够抢先机。许多人还是选择想象空间，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